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，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，到远方的家园；从自然地理，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们一同飞跃。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，山地和丘陵占据全省90%以上的面积，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。地跨长江和珠江2大水系，数千条河流，塑造着中国岩溶地貌分布最丰富的地区之一。进入贵州的旅程从梵净山开始，在茫茫云海中倾听石头讲述地球的往事。我们的飞行将一路揭开岩溶的奥秘，在高空看大地上的万千峰林，钻入地下拜访流水的艺术空间，最后徜徉在水上森林，见证石头上生长的绿色奇迹。14亿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。一次地壳运动之后，一座孤岛被抬升到海面之上，那座孤岛就是梵净山的前身。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沧海退去，高原隆起，而海上孤岛也挺立为高原上峻拔的山峰。季风袭来远方海洋的充沛水汽，在山巅幻化出海的样子。一年中的200多天，这里都被云雾笼罩。梵净山的岩体主要由坚硬的变质岩构成。这种岩石不像石灰岩易溶于水，风雨无法侵蚀太多。于是，1万年里，梵净山一直保持着自己孤傲的面貌。然而，贵州近70%土地是以石灰岩为主的岩溶地貌。当水流向贵州大地，与石灰岩相遇，它不断改变着大地的模样。在兴义，热气球成了新兴的空中观景台。人们乘坐它，就是为了看清这片布依族人世代相依的万峰林
万峰林的名字毫不夸张，2万多座锥形山峰就矗立在这片大地之上。它们是石头山，也是流水的杰作。亿万年来，流水沿着岩缝慢慢雕刻，在石灰岩覆盖的平坦土地上，创造出这幅景象。在流水的复杂作用之下，可溶性岩石被持续改造，从地表到地下，逐渐出现了一片形态丰富的岩溶地貌。这种地貌在贵州屡见不鲜，因此，贵州称得上是岩溶王国。密布孔洞，创造了天然优质的攀岩条件。经验老道的攀登者才敢在这里挑战自我。钻入这个小小的洞口，就算是进入了地下河的工作室。河流辗转冲撞，在此掏出几十个高大的洞厅。一些更细致的雕琢则交给了水滴。这根石笋对应着洞顶水滴下落的位置。在过去的15万年当中，这些水滴从未改变它们的目标。直到石笋拔地而起，长出17米高度。它叫霸王盔，由2串水滴在35万年的时间里铸成。这些作品的诞生并没有人类的参与，功劳属于微小的水滴。他们是最有耐性的创造者，即使永远不被人们发现。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塑造了天生桥，但它也并非天生如此。水流在山体内部悄悄游走，溶解岩石，将山中变成溶洞的天下。后来，
整座溶洞坍塌，只留下了一小块洞顶的结构。从此，这溶洞顶端的幸存者成了一座桥，牵连起它两侧的山体。坍塌的过程中，并不都有幸存者。天坑就是一个完全坍塌的溶洞。如今，这个深藏山中的神秘坑洞也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地。四周超过200米的峭壁，100多米高的吊索桥，让每一个前行脚步都不由颤抖，可谓步步惊心。人在前面飞，魂在后面追。荡起这种巨型秋千，人们的尖叫声响彻山谷。也许是因为荔波的森林太迷人，地下河终于忍不住在这里探出地面。岩溶地貌的水土极易流失，它要求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必须练出点硬功夫。植物把根深深扎入石头缝里，不管水涨水落，都稳稳当当。世界上有些岩溶地区最终变成了荒芜的石墓，但贵州这片茂密的森林把石头也美成了仙境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领略多彩的民族风情。农闲时分，参加一场刺激的斗牛比赛，前往高塘村体验浑水摸鱼的无穷乐趣。抵达夜晚的苗寨，凝望万家灯火，最后跨越几座山，到120公里外的侗寨听一场美妙的大歌。农历10月。正是农闲的时候，平日里勤勤恳恳的牛，终于有机会发一发自己的牛脾气了。脾气到底有多大，只有比过才知道。东北虎，牛霸天下。上场的牛都有个威武的名字，名字不代表实力，能不能获胜，场上说了算。牛斗得激烈，人也看得兴奋。散居山中的人们难得凑在一起，安静的久了，这种热闹当然不能错过。斗牛和比武一样，分出了胜负就该适可而止了。对付恋战的牛，主人只好拖起了后腿。过节的乐趣在于亲身参与。吃饼高塘村的人们并不满足于围观。浑水摸鱼是这里1年1度的盛大节日。一声令下，
2000多人冲进鱼塘，各显神通，在浑水中寻找那些灵活的猎物。吃鱼是苗家人代代相传的饮食习俗。苗家人的祖先住进大山里，也要在山间蓄水养鱼。生产活动渐渐变成节日，摸鱼节相传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现在过节不仅是为了延续传统，更是给了出门在外的人们一个回家看看的理由。至少1000年以前，另一批苗族人来到这里，开辟新的家园。随着人口繁衍，苗寨的规模不断扩大。原本相邻的10多个村寨，渐渐连成了一整片。山里的灯火曾经星星点点，点亮人们朴素的生活。今天，灯光已经成为西江苗寨的视觉名片，照亮这片村寨通往外部世界的路。夜幕降临，每家房前的灯光陆续亮起，直到1400多户人家的灯一起发光。这个全球最大的苗寨，依着山势，成为夜晚的焦点。这是6000多位村民共同创造的奇观，他们点亮了自己的灯，也点亮了旅行者的风景。在黔东南，苗族人大都在山上安家，侗族人则更多在山脚的河谷驻寨。侗族人没有文字，不管是记录历史还是谈情说爱，歌唱是他们的首选方式。一般说来，超过60人的合唱就可以称为大合唱。侗族人的合唱规模常常超过500人。一场超大规模的大合唱如何保持整齐？侗族人有独特的诀窍。领唱者是合唱队伍中的调节器，他们不时发出引领的节奏信号。此外，借助一些动作，人们获得更加统一的节拍。没有指挥，不用排练，侗族人将大歌唱得响亮。飞行在乌蒙山区，我们将品味山里山外的不同滋味。从山巅出发，偶遇神秘的天气操纵者；峡谷之上，
欣赏世界第一高桥优雅的跨越，最后和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一起学习城市里的交通规则。贵州的阴雨多，天无3日晴。在高空，我们更容易看见这种气候的成因。每年9月至次年3月，来自北方的冷空气长途跋涉，想要翻越云贵高原。在重重山脉的阻挡下，冷空气显得力不从心，最终在走出贵州之前停下了脚步。人们将长期停留在此的冷空气前锋称作云贵准静止风。来回摆动，久久不散的云雾也让贵州有了更多阴雨连绵的天气。湿润的气候在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上，滋养出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场。10万亩的草甸，让地无3尺平的贵州也有了一马平川。成就山地和峡谷之间的交通，桥是最有效的设施。565米，这是北盘江特大桥桥面到水面的距离。它一建成就成了世界第1高桥。世界高桥前100名中，贵州占了近1半，几乎包揽当今世界的全部桥型。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，贵州用1万多座大桥来翻越峡谷，用高速公路来穿越险阻。连绵的大山中，一片高速平原为曾经偏远的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坦途。在北盘江特大桥通车仅3年后，又一项世界桥梁建造纪录在贵州诞生。332米的主塔，确立了它全球最高混凝土桥塔的身份。这是大桥合龙的关键时刻，之后便是一场最高规格的体检。数百个传感器将对大桥进行持续2天的实时监测。在此期间，2辆载重35吨的卡车会以不同时速驶过大桥。大桥的任何轻微震动都会被传感器敏锐捕捉。随后，40辆同样配重的卡车也被召唤而来，在大桥结构的关键位置上施加重量。所有的监测数据会进入最严格的运算系统加以分析评定。在2019年的最后2天，这座大桥正式启用。路通了，山里的茶香也可以飘向远方。这片壮阔的绿，是世界面积最大的连片茶园。
春季手工采摘之后，夏季和秋季是采茶机登场的时候。三人协作，刀片划过，新鲜的叶子飞入袋中。一组熟练工人可以完成过去40人的采摘量。除了传统冲泡饮用，更多的茶叶经过加工，成为抹茶和天然调味剂，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。如今，贵州茶园面积居全国第一，绵延的茶海生机盎然，承载着许多人的致富梦想。一代人的努力，或多或少都为了下一代人拥有更好的生活。在贵州，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正在实现新的跨越。这些乌蒙山区的孩子，是近年来因异地扶贫搬迁政策，随着他们的家庭来到安顺的新居民。过去通往学校的路是崎岖的山道，如今他们的上学之路车水马龙。在校园内铺设马路，老师开车缓慢通过。教孩子们过马路是学校专门设置的重要一课。交警准备了讲给孩子们的交通课程，还特地编排了手势操，更让交通规则形象生动，便于记忆。新的学校铺下了孩子们的前行之路，从这里再出发，他们将去往令人期待的未来。总有一些美好值得等待。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航拍中国第3季，一同飞跃。加入一趟寻宝之旅，我们将去收集山地的珍藏，在一片宁静的湖水守候远方的来客，造访黄果树瀑布，平凡的河流也能激起最壮丽的水花。钻进樱花树林，感受春天的浪漫气息，最后看杜鹃花装点大地最斑斓的模样。清静的草海迎来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
1600多只黑颈鹤从四川若尔盖草原飞来草海过冬。也许默默付出才是真心对待这些朋友。候鸟们逐渐聚集，看来这里的伙食很合它们的胃口。马岭河大峡谷在这里组织了一场水。上百条溪流慕名前来，他们要在这里实现飞翔的梦想。峡谷的出现中断了前路，溪流们从高处毫无准备地飞入深渊。这样的坠落，意外成就了一场场华丽变身。溪流全都化为飞瀑，挂在崖壁之上。这是万川归一的提前演练。从此之后，溪流们将汇聚在一起，拥有与马岭河共同的名字。自然界中，陡然从高处下落的水，其实拥有2个不同的名字。落差不大时，人们大多称之为跌水；如果落差足够大，人们更喜欢叫它瀑布。白水河在高77.8米、宽101米的崖壁间倾泻而下，造就了中国最壮观的瀑布之一。每年5至8月是黄果树瀑布的丰水期，在有些年份，丰水期泻下的水甚至占到全年的半数以上。因此，即便是在晴天，想要观看大瀑布，人们也需要早早打开雨伞，或是穿上雨衣。瀑布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长134米的溶洞，人们可以在瀑布的内部感受水流的冲击力。不过在这里说话就得大点声了。如果樱花美而不自知，那么红枫湖就是它的镜子。3月，白色的早樱迎来春天，其后红色的晚樱次第开放。早樱和晚樱接力，共同奉献了1个多月的浪漫。70多万株樱花在此安家。12000多亩的花色连绵成海。花海下面是人海，姑娘们换上春装，与花比一比，谁更美？在毕节，人们搭乘直升机不是因为向往天空，而是为了俯瞰。因为这条绵延50多公里的彩带，只有在空中才能饱览。50多个品种的野生杜鹃花，
组成了这片世界最大的天然花园。花海也聚集起人气。别看现在这么热闹，一年中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，他们才能迎来这么多欣赏者。而在大多数时间里，总面积超过125平方公里的杜鹃低调地潜伏着，一整年，只为了在初春季节惊艳登场。接下来的旅程，我们将进入黔北秘境，沿着赤水河漂游，挑战一种古老的水上技艺，探访一座忙碌的小镇，品味4溢的酒香，最后瞻仰一处革命圣地，重温长征的峥嵘岁月。竹子在贵州人的生活中用途广泛，4年以上的老竹子更是备受青睐。取之有度是这片竹海生生不息的关键。人们在精心挑选老竹子的同时，也把生长空间留给后生的竹子。如今，竹子已有出山路径，但胆大的人们却喜欢上了先辈的一项古老技艺——独竹漂。在交通不便的年代，竹子被扎成排，顺流飘下。为了一路看管好它们，赤水人选1根竹子做舟，再握1根保持平衡。竹飘，人也飘。现在，这项技艺成为一种刺激的游戏，人们在昔日的水路中自由漂游，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勇气。同样与这条河流有关，另一项传统技艺却依然是许多人生活的全部。茅台镇的人相信，来自赤水河的水是一种独特配方，搭配本地产的红缨子糯高粱，以当地传统技法进行加工，才能酿造出独一无二的茅台酒。酿造的过程需要耐心等待，所有努力只为促成水与粮食的华丽变身。厂房里溢出的蒸汽，使高粱正在进行高温蒸煮。整个生产将持续1整年，仅发酵工序就需要反复8次。今天，茅台镇的酒已经香飘万家，这个小镇创造出了一个商业奇迹。神奇的转变一直眷顾着这片土地。1935年1月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遵义城，稍作休整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已在中国的南部跋涉了3个月。何去何从，是他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。在这栋小楼里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场决定命运的会议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接下来，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4渡赤水，以少胜多，成功摆脱敌人的堵截。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。
这一趟旅程连接着贵州的现在与未来，飞往城市中的山林，认识一群特殊的居民，以天为幕，围观一场现代科技的浪漫表演。来到贵安新区，看人们如何安放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，最后循着中国天眼的目光，遥望浩瀚星际。贵阳有2座城，一座是老城，一座是新城。新城拔地而起，重新定义这座城市的天际线。穿破云端的摩天大楼，寄予了人们对未来的期待。而高楼之下，南明河静静地流淌在老城里。坐落在河上的甲秀楼，像过去的400年一样，与贵阳人相伴，品尝他们的生活滋味。打陀螺一般是小孩子玩的游戏，但贵阳人玩的陀螺太重，小孩子可抽不动。一只最普通的陀螺也有3、5公斤，大只的陀螺可达到数十公斤。耍起这样的陀螺需要多人接力，即便轮换着抽打，要不了1分钟也会大汗淋漓。不过，这正合他们的心意。潮湿多雨的天气，出一身汗正好驱除体内的湿气。出汗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一些人选择在夜晚释放热情。一天的工作结束，年轻的人们来到广场。每一部点亮的手机都可以成就热烈的舞者。只要踩上节拍，蹦跳可以自由自在，动作不必整齐划一。这样的广场舞让许多个夜晚都充满欢乐。自然界里的猕猴并不都喜欢在森林里生活，亲近人类的居住地，它们也挺乐意。上世纪50年代，几只猕猴偶然闯入这片城中的山林。起初，它们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。历经60多年的时间，它们居然定居于此，繁衍生息，成了一个拥有1000多名成员的猕猴家族。现在，他们成了贵阳人的朋友。他们与逛公园的人们一起共享这里的风景和阳光。新科技激发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，它们天马行空，以至于地上的舞台都难以承载。于是，一批 LED 灯光被无人机搬上了城市的上空。从猿到人，再到机器人的演变，它走过的每一步
都经过了精心的计算。大数据之花绽放，鲤鱼跃龙门，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赫然在目。变化的字幕和图案是人们对这座城市的直接告白。今天，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和存储。为数据寻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所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远离地震带、地质结构稳定的贵安新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除了安稳，存储设备还需要保持冷静。即使在夏季，这里的平均气温也不到23摄氏度，具有天然优势。除此之外，人们还设计了一些辅助手段。必要的时候，借助水冷方式，可以让设备迅速降温。还有中空的山体，隔绝了外部的热，把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窖藏起来。它是全球知名的中国天眼，这是它的检修时间。借助一个直径7.6米的氦气球，人们尝试站上天眼的表面。天眼的表面由厚度1毫米的金属层覆盖，无法承受过大的压力。所以，巨大的氦气球成功将检修人员的重量降到了原来的1/6。这样的体验非常接近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。整个过程如此小心翼翼，是为了确保这件精密仪器始终安然无恙。中国天眼，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，是当今世界最大单口径、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。它能够捕捉宇宙中更微弱的信号，探测到更暗弱的天体，帮助人们破解宇宙奥秘。从2016年建成启用开始，中国天眼就在贵州的大山里，向宇宙深处发出最遥远的目光。这目光将引领我们去往已知世界的边缘。